来使用碳基生命的荣光，成功帮城主恢复了肉身。城主为了报答小白，只能以身相许。当夏小暖再次见到城主的时候，已经是2天半之后了。这是希望城举办的高层会议，参与的人都是希望城的高层，除了原本的那些队长之外，还有大唐的人，以及新加入的李星月也在其中。恢复了肉身后，城主也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美丽容貌展示在了众人面前。一开始，大家看到一个年龄不大的小姑娘走到城主的位置坐下，众人还有些惊诧。众人看向了小白，却发现小白神色淡然，丝毫没有异样。于是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城主的真实面目。城主恢复肉身了，我已经几天没见他人影了，也没见小白的人影，他们2个不会搞一起了吧？有些事情也该告诉你们了，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人类随时都会覆灭，你们对此也应该有心理准备。城主和小白在一张床上商量过之后，还是打算把人类如今面临的天神威胁告诉希望城的高层。之所以没有告诉所有人，是因为害怕太多人知道之后会引起骚乱，一众高层先知道就行了，之后再慢慢传递到下方，这样就不会贸然引起巨大动乱。这些高层虽然身经百战，意志坚定，但在听了城主的一字一句讲述之后，也是马上就慌乱了起来。众人交头接耳，城主说的这些东西他们很陌生，因为大部分人的实力根本活不到天神出现的时候，所以他们自然不知道天神的存在。而人类手中的底牌只有小白手中的一个诸神名额，还有城主费尽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枚核神剑。此时，一个美妇正在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说话。这一世，他应该不会做出以前的那个选择了吧？说话的人正是这片区域的主人。他有了那么多人类妻子，自己的孩子也马上要出生了。我觉得，只要等他的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他的所有东西还给他了。那就等他的孩子出生吧。而旁边的镜子中，正是希望城内众人开会的画面。妇人和女人看着镜子之中的小白，目光都是有些朦胧，其中暗藏着浓浓的追思之色。小白一直以为世界轮回之后，新出现地自己其实是一个新的个体，但妇人和女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世界轮回了，每个人还都是自己，只是失去了一些记忆而已。但是曾经有一个男人以极其霸道的姿态告诉他们，世界轮回之后，哪怕那个男人名字、相貌、身高、体重、性格，曾经的记忆都和他一样，但他都不是他了。妇人和女童都很崇拜那个男人，以至于那个男人死后，他们哪怕无比怀念，也都没有试图去接触轮回之后的他。毫无疑问，他们极其崇拜的男人名叫小白。不知道多少次轮回之前，那个时空的小白在残酷的末世之中，硬是杀出了一条生路。但在面对强大的天神时，他还是败了。当时的他有2个选择，第一是被天神杀死，第二是投降天神。当时的神王亲口许诺，只要他投降，立马会转变他的种族，让他也成为一个天神，从此永生不死，生活在资源充沛的神界。曾经的那个小白，性格和现在的小白几乎一模一样。在经历过末世的许多黑暗之后，本就自私的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人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降。他来到了神界，接受了神王的转化。曾经一个不算强大的真龙血翼魔，也被神王升级为了更加强大的神龙模板。世间本没有龙，龙只是传说中的生物，但自那之后，他就是龙，世间唯一的真龙，也彻底摆脱了人类的肉体，成为了另外一种生物。作为投名状，已经转化了生命形态的小白，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头，成为了神界的先锋，用比天神更加狠辣的手段，去人间追杀各处幸存的人类。最终，最后一个人类死亡，小白返回神界，被神王封了官，人称龙大将军。王为了让他更快地融入神界，还给他找了一个神族的老婆，高等神族西灵就成为了他的妻子，并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毫无疑问，他的妻子和女儿就是镜子前的妇人和女人。小白在神界娶了老婆，生了女儿，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下去。这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但他很明显低估了神王的阴险。原来神王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他收服小白就是为了把小白炼制成一个兵器，一个毫无自主意识、任他驱使的强大兵器。龙大将军发现不对劲之后，试图反抗，但还是失败了，最后真的沦为了一个兵器。但龙大将军似乎也没有输，他不知道做了什么，竟然也掌握了一些规则的力量。临死前，他发动了自己的能力。自他死之后，世界就发生了重启，回到了天神动手之前，并且只要人类灭绝，世界就会重新轮回。一开始，天神们都不知道世界轮回过了，他们丢失了一切记忆，他们依旧对人类动手了。然后人类灭绝，一个叫小白的人类选择投降，然后抛弃了人类的身份。但还不等他变成龙大将军，世界就重新轮回了。因为在他变成龙大将军之前，人类就被他杀光了，世界直接重启轮回了。但西林很清楚，龙大将军设立人类灭亡世界就会重启的规则，绝对不是平白设立的，因为他想翻盘。西林虽然是个天神，但嫁给小白之后，她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男人，所以她很愿意帮助自己的男人翻盘。但是西林也认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她所深爱的男人的确已经不在了。世界轮回之后，新出现的小白
虽然性格和自己的男人一模一样，但他的确不是曾经的小白。曾经的小白已经变成了龙大将军，现在还在神界呢。如果现在的这个小白表现出了超越人间太多的能力，龙大将军会直接出动把他杀死。现在的龙大将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戮机器，不然神王也不可能放心离开。而西陵和女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龙大将军恢复神智，而想要完成这个目标，除了轮回之后出现的新小白，他们也想不到别的人选。直到一天，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父亲可以不在乎任何人，但却在乎自己的孩子。他之所以会投降天神，无非是在人间没有任何亲人，但如果他在人间有妻子和孩子呢？你什么意思？你要给你的父亲，我的丈夫，在人间找别的老婆，还要为他生下孩子？父亲一直说，轮回之后的他已经不是他了，而且父亲的身体还在神界呢，只是失去了神智而已。所以说，人间的小白其实并不是父亲。妈妈，你不用吃醋。虽然感觉心里怪怪的，但西陵还是同意了女儿的计划。要是真的让小白在人间有了老婆孩子，那么他有了牵挂，肯定不会投降天神了。那时候小白肯定要与天神为敌，而他们就可以给小白帮助，让小白成长起来，最终帮助龙大将军恢复神智。两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于是乎，一个看起来不太正经的系统就出现在了这一世的小白的身边。系统是龙大将军长女创造的，她也是第一次弄这玩意，找了不少网络小说参考，但一开始设计的还不是很完美，所以根据情况，她也一直在更新系统。而系统的奖励也不过是龙大将军仓库之中的一些不起眼的小玩意而已。如果不是怕小白成长太快，遭受到龙大将军的抹杀，他其实可以把奖励设定得更加丰厚的。但为了小白的安全，他也只能收着点了。但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已经低调不下去了。他也准备加大对小白的扶持，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小白的孩子还没有出生，所以还需要等一等。